这是一款用美丽水世界伪装成治愈模拟器的硬核深海恐惧症诱发器，一款将氧气数值与巨大未知生物压迫感焊成生存枷锁的声纳级心跳游戏，一款在 Steam 上拥有着27万条评价，其中97%皆是好评的现象级游戏，一款于2018年荣获金摇杆年度最佳 PC 游戏奖、突破性开发者奖以及时代周刊10佳游戏第4名，用充满未知的深海生态与复杂的生存法则，在没有明确指引的广袤水下世界，无所愿窝一无路，霓虹水母隐形图。欢迎来到本期打破游戏的墙，这里是燕老师。这款游戏究竟有何魅力，能让一位国人玩家持续3年无偿汉化，甚至在病痛折磨下仍坚毅完成了最后的汉化工作？它叫吃喝不愁的 Live。为致敬这位伟大的先驱者，官方在游戏中留下了纪念他的丰碑。同时，吃喝不愁的 Live 这个名字永远列在了游戏结尾的感谢名单中。颠覆生存即掠夺的原始逻辑，重塑恐惧即敬畏的哲学框架。本期带来的游戏便是《深海迷航》，我们将前往4546B 星球，探寻深海的秘密。游戏背景设定于22世纪晚期，此时的人类已具有强大的宇宙殖民能力，星际旅行如同穿梭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般寻常。玩家所扮演的主角莱利是一名隶属于一家跨政府公司的员工，在一次乘坐极光号执行神秘任务时，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当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寂静，极光号在爆炸中燃烧。我们坐在救生舱的安全座椅上，身体随着剧烈的摇晃而失控，舱内松动的面板飞溅而来，我们被击中后陷入昏迷。再次醒来，映入眼帘的是燃烧的控制台，我们挣扎着起身，跟随指引将其扑灭。游戏就此拉开序幕。打开 PDA，AI 的机械音响起，它将是我们在这个陌生星球的生存指南。推开舱门，远处是已经坠毁的极光号，而它此时不停向外散发着辐射，试图靠近的我们无功而返。我们只能先简单检查救生舱的遗留设施。舱内有一个重要设备 3D 打印机，只要将材料放入，就可以打印出各种设备及实物。在游戏初期，最重要的就是扫描仪、生存匕首、氧气瓶、胶谱，前者可以获取高等级设备蓝图，后者则是游戏初期至关重要的道具。现阶段的首要目标就是生存下去，以及修复无线电。游戏内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没有陆地，一切的生存与探索都在海平面之下。初期的我们只能先在救生舱附近简单搜寻，所幸这里属于较为安全的浅滩。大眼鱼如银星穿梭，为出生的冒险者提供最质朴的饱腹之食。泡泡鱼鼓动晶莹的体腔，化作净水的源泉。海藻森林油光闪烁，鱼影诡谲，仿佛会发光的海藻种子能生产出硅胶及润滑剂，而隐藏在小型洞穴里的爆炸鱼则留下宝贵的硫磺。就这样，我们一步步搜寻物资，最终制作出焊接器。当成功修复无线电的刹那，希望随着电波穿越海平面向外太空传去。与此同时，我们同样接收到其他救生舱传来的信号，满怀希望的我们前往寻找同伴，找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留存的救生舱残骸，遗落的 PDA 信息及设施碎片，这些信息无疑拉响了警报。这里绝不是所谓的美丽水世界，深海之下隐藏着我们尚未得知的危险。随着扫描碎片的进度一点点推进，制造出越来越高级的设施，水下推进器、激光切割器，以及前期最重要的海鳄号。时间来到第3天，我们还未出发探寻海底，隐隐约约听到极光号方向传来异响。我们站在救生舱的顶端眺望，极光号驱动核心的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了一场量子爆炸。轰鸣声震碎平静，烟雾缭绕，火光四射。此时的我们已能造出防辐射服，登上极光号寻找线索，势在必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游向极光号的过程中，一定要贴着极光号的边缘，要是一个不小心走过船头，深海巨兽利维坦可就要吻上来了。穿越重重困难，登上极光号后，这里满是火焰，没有灭火器，可谓是寸步难行。遗憾的是，极光号上同样空无一人，留下的只有各类设施的碎片，以及一些重要资料及线索。此时，极光号的辐射仍在外泄，为了不让其影响外星生态系统，我们使用焊接器将一个又一个缺口修复。
可惜的是，舰长室目前处于上锁状态，没有密码的我们此时无法进入，只能回城。时间匆匆流逝，正当我们成功搭建出水下基地的不久之后，收到了无线电的信号。这一次不再是求救信号，而是来自外太空的救援。一艘名为阳光号的飞船表示，他们正在前往4546B 的路上，并提供了一个坐标作为降落地点。在此之前，我们虽然收到了阳光号的信号，但他们能否真正的抵达尚且未知。得知具体坐标的我们急忙出发，随着坐标的位置越来越近，似乎有一团白雾伪装成云朵包裹着什么。待到接近之时才知道，原来是一座小型岛屿。当我们登上岛屿，走到阳光号的登陆地点，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形状怪异的建筑。还没等我们仔细研究这建筑的具体作用，已经临近阳光号的登陆时间了。突然，这座建筑动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在我们心里弥漫开来。一座炮台已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恐怖但十分合理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下一秒，炮台射出的光波印证了这一切。预备着陆的阳光号被击中，在天空中散出了巨大火光。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仿佛看见了当初的激光号。炮台之下暗藏着进入的大门，利用在附近失去的紫色芯片即可打开。内部空旷且巨大，与人类文明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似乎暗示着这里是由外星文明建造。这座建筑名为简易执法平台，它的用途正是消除一切接近4546B 星球的物理存在。建筑的核心位置有一处发着绿光的装置，似乎能够将执法平台关闭。我们来到其面前，尝试按下开关，却被紧紧按住。伸出的机械臂对准我们的手臂，使劲扎下去，随即提示我们已感染病毒，无法关闭平台。此时的我们突然想到，曾在探索海洋时看见的浑身长满绿色脓泡的生物，而我们也在这段时间内被感染了。想来，这种病毒会以未知的方式传播给生命体，也正是因此，外星文明才会建造简易执法平台，将4546B 与外界隔离开。正当我们沉浸在悲伤之中，一个虚幻的身影出现，似乎在暗示我们这里还有更多的秘密。 What are you? 此时，已感染病毒的我们，迫在眉睫的不再是逃离星球，而是找出治愈的办法，关闭执法平台。5天后，阿尔特拉公司总部发来一则消息，告知我们船长室中有逃生火箭的蓝图，并附上了密码。我们因此再次登上极光号，来到了之前未进入的船长室内。而我们得到的火箭蓝图，在无法关闭执法平台的情况下，只能是废纸一张。在阳光号救援前，我们曾收到19号救生舱的信号，前往搜寻后，我们得到了极光号幸存者的集合点坐标，那是海上的一座浮岛。驾驶海鹅号从岛中内海登陆，目的地却只遗留下一台 PDA， 揭露了19号的2位船员试图回到极光号修复长程通信，却半途遭受利维坦袭击，迷失的事实。而这座看似平常的小岛，埋藏着过去故事的脉痕。一个残酷的真相展现在我们眼前，原来在10年前，有一架来自蒙古国的德加斯号飞船，同样被执法平台击落在4546B 星球。飞船上仅有船长保罗和他的儿子巴特以及雇佣兵玛格丽特3人存活下来。最初的3人就生活在这座海上绿洲，建立了基地，甚至是小型农场。然而，恶劣的天气以及越来越少的资源，使3人不得不向海底迁移，在水下200米的蛇骨洞穴建造了第2处基地。或许玛格丽特也与我们一样，听到了未知声音的指引，坚持要向更深处探索。3人组再次迁移，直至水下500米。就在此时，3人发现自己感染病毒。为了自救，巴特提议收集星球上的动物样本，以供研究。在这之后，玛格丽特带回各种各样的生物，直到有一天带回了一只命若悬丝的死神利维坦。作为这颗星球上最为恐怖的敌人之一，死神利维坦怎能轻易放过伤害同伴的玛格丽特？很快，死神利维坦袭击了水下基地，玛格丽特与其战斗后销声匿迹，保罗也葬生于这片深海之中。只剩下巴特回到海上绿洲，享受久违的阳光与自由。最终病毒深入骨髓而逝去。10年后，阿尔特拉公司接受了蒙古国的委托，将在任务路途中扫描德加斯号信号及船员的位置，添加进极光号的辅助任务。就这样，在路过4546B 星球时，扫描到德加斯号残存信号的极光号接近了这颗星球，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被击落。此时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当初的德加斯3人组？唯一不同大概是他们彼此为伴，而我们却是孤身一人。
想要前往深渊探寻最后的真相，单靠目前的海鹅号显然不太现实。我们需要一艘更加高级的载具——独眼巨人号。有趣的是，独眼巨人与 OceanGate 公司开发的一艘真实的深海潜艇同名。而2023年6月18日 ，OceanGate 的泰坦号潜水器在下潜探索泰坦尼克号残骸时发生灾难性内爆，事故导致船上5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 OceanGate 创始人斯托克顿·拉什。OceanGate 从此声名狼藉。言归正传，目前我们的探索尚未进入真正的深海，在浅海大大小小的不同区域中，雪幽、水雷等区域可以通往更深的海域。游戏纵深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深海之下分为3层区域，从较浅深度的失落之河到灰暗的熔岩堡，再到最底层的海皇监狱。深海隐藏着这颗星球最大的隐秘，也诱使得我们潜入海底。在诡谲压抑的雪幽深渊海域，鱼群汇聚，环绕荧光，指引通往失落之河的秘境。入口是幽灵利维坦的活动区域。游戏中对玩家有威胁的利维坦主要有3种，我们开始遇到的死神利维坦，还有幽灵与海龙利维坦。想要进入失落之河，与幽灵利维坦的战斗是无法避免的。先使用凝之枪暂停他的行动力，再蓄力打出超长控制，趁此机会来到利维坦的头部，将背包中的毒气匣丢出，如此反复即可从容击溃幽灵利维坦。在失落之河中隐藏着第2座外星建筑——疾病研究中心。这里显然要破败一些，似乎遭受过某种袭击。内里能够找到很多生物样本以及过往的研究数据，见证深海生命之树的奇迹。继续向下深入探索，会进入熔岩堡区域，逐渐靠近中心地带之后，同样有海龙利维坦生活在这里。不过已经拥有战斗经验的我们，不再像游戏初期一样只能逃避，而是迎面而上，使用相同的凝之枪战术，再次解决海龙利维坦。结束战斗之后，我们驾驶海峡号深入熔岩堡，另一座外星建筑也出现在我们面前——热发电厂。进入热发电厂的道路四周布满了红色岩浆，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触碰到。进入热发电厂之后，可以搜集到外星离子电池的蓝图，以及一块与之前找到的紫色芯片类似的蓝色芯片。至此，关于这个外星文明的线索已全部存进我们的资料库。真相卷轴也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在1000年以前，一个名为先驱者的外星文明在星际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一种病毒，这种病毒能够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令其表面长满绿色脓泡，最终死亡。卡拉病毒被带回了先驱者的核心世界，导致了至少1431人死亡。先驱者无奈之下，只好封锁了他们的核心世界，带着病毒样品前往各个星球建造的研究所，期望能够找出治愈的办法。这其中就包括了4546B 星球。值得一提的是，制作组表示，《物竞天择2》中的卡拉病毒是深海迷航中卡拉病毒的变异形式。在开发初期时，游戏中卡拉病毒的颜色为橙色，后才修改为绿色。先驱者们在这颗星球上建造了简易执法平台、疾病研究所、热发电厂、制造守卫、猎空者，它能够建造传送门，连接各个位置。当环境中的卡拉病毒超过一定水平，猎空者就会杀死感染病毒的生物，以控制病毒的传播。但显然收效甚微。先驱者在这颗星球上带回各种动物样本，以供研究，发现了一种名为海皇利维坦的生物，能够对卡拉病毒免疫。它生产出的42号酶能够治愈卡拉病毒。先驱者因此囚禁了一头年老的海皇利维坦，以及尚未孵化的海皇利维坦幼崽。然而，已经年老的海皇能够生产出的42号酶很少，并不能够支撑研究。先驱者转而将目光集中到海皇幼崽身上，他们将其解剖进行研究，但还没能获取进展。在游戏中，我们会发现海龙与海皇利维坦十分相似，只是体型略小，似乎来自同一种族。所以一条海龙利维坦十分巧合地袭击了疾病研究中心，最终研究所没能够承受攻击，破损严重，卡拉病毒因此散布整颗星球。先驱者只能启动简易执法平台，将4546B 彻底隔离。至于1000年之后的我们，为何没有在这座星球上看到任何先驱者？我想，可能是死于卡拉病毒，也可能是死于利维坦爪下。而1000年来，这些设施的运转全依赖于岩浆中心的热发电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热发电厂，曾经出现过的神秘身影再次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坐上独眼巨人号，跟随神秘声音的指引，找到了星球上最后一座外星建筑——海皇监狱。使用在热发电厂失去的蓝色先驱者芯片进入这里，我们本次的旅程也来到了终章。
入口大厅摆放着一些研究成果。当我们逐一扫描过去，一件对我们中国玩家来说意义重大的道具出现在眼前。普适性翻译设备在深海迷航发布抢先测试的最初，对于中国玩家来说，比巨兽利维坦更恐怖的是满屏陌生的英文字母。一位名叫吃喝不愁的 Live 的国内玩家用一个又一个的汉化补丁搭建起一座语言桥梁，铸就了玩家们的指路灯塔。可惜这位探索深海的先驱者因癌症逝去于2017年3月15日。在他离世前1个月，癌症最剧烈疼痛的状态下，仍然更新了最后一个汉化补丁。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我们为他喝彩，游戏的制作人查克·里弗兰同样为之感动。他曾在推特上发文感谢吃喝不愁的 Live， 而这个名字也同样出现在游戏的感谢名单上。尽管人已逝去，但精神永在。收好这份翻译器，我们的故事还未结束，继续深入海皇监狱，终于揭开了神秘声音的面纱。海皇利维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1000年前的故事也在这里再次丰富。通过海皇利维坦的倾诉，我们得知海皇利维坦的幼崽孵化需要很严苛的条件，先驱者却听不懂海皇的语言，一味地做着无用功，最终覆灭。已经年老的海皇在这里被囚禁1000年，训练大眼崽通过通道将42号酶传送到星球的各个海域。也正因为如此，4546B 星球才没有完全被卡拉病毒侵略，苦苦支撑着，等待下一位造访者。要想获得42号酶治愈自己，就必须听从海皇的话，将海皇幼崽孵化出来。我们通过海皇监狱的传送门四处采集，做出孵化酶，将其放入孵化器，随着蛋壳的微微颤动，海皇幼崽成功破壳而出，游向海皇。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无尽的等待，迎来新生。幼年海皇将通过传送门将42号酶输送到星球的每个角落。正当我们跟随着前往传送门，回头望去，海皇已垂下了头颅。原本就已1600岁的海皇，远远超过了其他同类活着的寿命，更何况他还在此等待了1000年。永别了，我的朋友。通过传送门前往前海，幼年海皇们孕育出代表希望的42号酶。4546B 星球终于迎来了它一创1000年的新生。我们将手伸进42号酶中，绿色脓泡逐渐消失，卡拉病毒再也无法威胁我们的生命，而痊愈的我们也能够关闭简易执法平台，到达故事的结尾。承载希望的海王星号平地而起，我们进入火箭内部，设置好时间胶囊，将故事传递给下一位玩家。在正式启动火箭发射程序，随着倒计时一声声响起，我们冲向外太空，离开这座星球。随着空间跃迁结束，海皇的声音再次响起，向我们告别。 What is a wave without the ocean? A beginning without an end. They are different, but they go together. Now you go among the stars, and I fall among the sands. We are different, but we go together. 正如他所说，我们不一样，但我们曾相伴同行。唯有以勇气为舟，智慧为帆，方能揭开这颗星球最深沉的秘密，于蔚蓝深渊中谱写属于你自己的传奇。本期打破游戏的墙的主题是自然。当最后一缕焊接枪的火光熄灭，当最深处的幼年海皇游出深渊，我们终于听懂这颗星球的语言。真正的逃离不是摧毁或占有，而是学会与星球共生。当先驱者将海皇关进监狱，也预示将他们的未来关押。如果地球大自然是一个活着的海皇利维坦，我们是在治愈它，还是在建造更大的监狱？亚马逊雨林砍伐，全球变暖，冰山融化，核污水排放，这些人类做出的种种举动，是否构成了海皇监狱的墙？而自然早已写好了应急的预案。人类引以为傲的钢铁穹顶，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搭建的文明高塔，只需一次地壳运动便可掀翻。那些被我们标注为威胁的利维坦，那些被称为障碍的千米海鸭，不过是大自然轻轻翻动账本时掸落的一粒尘埃。它从未沉默，只是人类听不懂它的语言。当人类为征服深海欢呼时，海床正将我们的脚印纳入下一次板块运动的教案。谁将获得优先逃生坐标？如果这颗蓝色星球还愿意施舍的话。